拼板舟是兰屿达悟人养育自己民族的重要工具，也是达悟人在山林与海洋中生存的智慧结晶。拼板舟象征了达悟人面对海洋的虔诚和敬畏之心。夏曼兰博安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兰屿到台湾打拼，他做过搬运工、作业员、绑钢筋等工作，但是他靠自己的努力，在台湾的3所大学拿到法文、人类学以及文学的学位。14年前，他回到家乡，成为一位达悟文化的实践者，也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海洋文学家。我16岁到台湾，突然就那一年刚好我32岁，就毅然决然的就回来了。过去的一些挫折在台湾是很痛苦啊，反而回到了兰屿之后哈，就逐渐感觉到那种自信，某种很深很深的对环境、对海洋、对传统、对人那种真诚，逐渐在这个时候被酝酿了，然后逐渐接近好像有生命的地方，所以海洋提供了没有阻隔的一个空间。达悟文化就像多数的原民文化，遭受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。但是作为一位达悟文化的传承者，夏曼兰博安清楚地知道，只有实际参与岛上的每一项工作，才能具体感受。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潜水打鱼。他带着自制的鱼枪，爬下兰屿最危险的一块礁岩，用达悟人传统的方式取得食物。他用这种方法来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。没有一个人愿意来这里，暗流非常非常的强，真的是非常危险。这种冒险还真的是神经病的人才会去冒险。我假如透过个人的生命体验，然后我自己亲身去实践自己达悟民族的宗教信仰或是海洋观，他们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，那种心灵的虔诚度。泛灵信仰的达悟人相信万物皆有灵，有善灵也有恶灵，这让他们敬畏与海有关的一切事物。猎取食物时绝对不能赶尽杀绝，只能求温饱。夏曼徒手潜水，闭气射鱼，这种用一己之力捕鱼的方式，渔获量非常有限，有时还得面对妻子儿女的责备眼神，因为他的空手而归。在兰屿人的那种观念，有一种叫做不确定性，你出海不一定钓得到鱼，这个就是不确定性。这个不确定性呢，构成达悟人对生态的环境和很多事情是不确定性的，因此他们有所谓的一个从大自然去换取更好的一个生活，这个就是达悟人的生态观念。每天要劳动，夏曼喜欢在凌晨写作。多年来的身体力行与海为伍，让他的文字充满了情感与力量。在他的几本著作之中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他在描写岛上的人事物，或是达悟族的禁忌与神话故事的时候，都离开不了飞鱼季节。夏曼书写的达悟人生活，似乎完全围绕着飞鱼季节而进行。
兰屿人也透过月亮去计算我们的历法。我们区分一年里面有分3个季节，完全是跟非遗之间的关系。没有非遗季的话，整个岛屿就乱了。生态的知识、在地的知识、亲属关系，它就不存在了，它就是一个核心啊。可是到了非遗季节，我自己没有船的话，很痛苦啊。你没有造过船，你在达悟男人的社会里面，你说什么都是假的。传承不是用讲的，在这个岛上，传承是一种具体的行动。这我小学4年级时候种的，我爸爸就一直照顾。这棵树，这个叫做番龙眼树。树上的标记代表了不同家族多年前所种下的树木。这片森林被达悟人妥善地保护，因为它提供了造船与建屋的材料。为了走进达悟文化的核心——飞鱼祭，夏曼必须靠自己的力量造一条拼板舟。因此，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力与时间，重新学习山林知识与造船技术。夏曼重新回到兰屿的时候，第一个张开双臂欢迎他的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他开始教导夏曼制作他人生的第一条船。当时父亲对夏曼说：“造一条拼板舟来证明你是一名达悟人。”今年，夏曼将完成他人生之中的第5条船。我自己感觉蛮踏实的。持续的一个劳动的那个能量也是像说，60、70岁还要坐船，还要潜水，这个是我的梦了。一艘拼板舟是由15到27块木板所拼成的，需要用到同等数量的树木和7、8种不同的树材，再加上4个月的劳力。夏曼的父亲对他说：“每一块木板都有上帝在里面，出海的时候这些木板会保护你，所以你在伐木跟造船的时候要用一颗最虔诚的心。”造船带来很多的劳动上的疲惫。那我拥有我的独木舟，我就拥有我这个岛屿、这个民族的传统的宗教信仰。而且我自认为是蛮漂亮的一个船，我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会不会钓到一条飞鱼，给我太太、给我家的灵魂、给我出海的灵魂，有一个祈福的飞鱼。我一直在期待这个。达悟人认为，大自然的一切生物都有灵魂。你不祝福这些大自然的神奇，大自然就会淘汰这个民族。因此，达悟人发展了非常丰富的仪式和祭典。夏曼的新船明天即将下水了，他依循传统进行招鱼祭。飞鱼季从2月到6月，为期5个月，中间的第3个月叫马道，鬼头刀月。在这个月份能钓到鬼头刀鱼，是飞鱼季中最高的荣耀，也是每一名达悟男子最大的期待。在兰屿的传统之中，飞鱼是上天赐给达悟人的礼物。
在所有的祭典与仪式完成之后，拼板舟迎向上天的赐予。鬼头刀鱼跟飞鱼同样是洄游性鱼类，达悟人只允许在飞鱼季的第3个月以飞鱼为饵，以绳钓的方式来捕捉鬼头刀鱼。这将考验着夏曼兰波安，也将考验着他那从未碰过一滴海水的拼板舟。为什么飞鱼季节的时候我们不抓别的鱼？飞鱼季节就让底栖鱼休息，我们就不动底栖鱼。飞鱼季节我们就尽量抓飞鱼。飞鱼季节结束了之后，我们又在期待下一年，因此我们才有那个工作的次序，对生态的一个敬畏，饮食的次序，就构成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达悟人的生活哲学、宇宙观、海洋观。这么大了，这么很好啊！从达悟人的捕鱼方式就可以完全证明，他们懂得与大海相处之道，懂得永续经营的观念，懂得生态平衡的重要。这种传统的智慧对照滥用资源的现代生活形态，是何其的珍贵。经过3个小时的劳动，夏曼钓到了一条鬼头刀鱼，他非常的骄傲，因为这条鱼是他用数十年的光阴，放弃物质享受的生活，遵循着传统的脚步，以及无数的汗水和劳力所换来的。进入这个岛屿的核心，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的这样的一个习俗。达悟的人没有破坏我们居住的环境。我作为一个达悟的人的话，我最骄傲的一点就是在这边，我可以穷，我的人格不能穷。这个就是我传统教给我的。今年坐船，我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，人和自然之间的建构的智慧。我希望它在我身上能够继续的能够燃烧下去，同时就是去劳动吧。我们要敬天惜地的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大自然孕育了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，包括你的与我的。只要我们愿意将隐藏在我们心中的那个指环戴上，我们就可以重新与大自然对话，并找到与大自然之间和谐共存之道。